哎，你想过吗？如果手上完全没有本金，要怎么滚出一个价值上百万的 ETF 投资组合？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聊聊这个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，但确实可行的策略。大家好，我是曼大。哎，你想不想知道有钱人是怎么，可以说是无中生有的帮自己变出资产的？这听起来有点像什么不能说的秘密，对吧？好，今天我们就来把它拆解清楚。这个策略，它的名字听起来很专业，叫做房贷套利。但你先别被这个名字吓到，它的概念其实非常非常直接。不过，我也要先提醒一下哦，只要是运用到杠杆的策略，就代表风险跟报酬是会同步放大的，这点一定要先记在心里。好，那到底什么是房贷套利？讲白了，就是你去跟银行借一笔利率比较低的钱，像房贷，然后转头就把这笔钱丢到一个可以给你更高报酬率的资产上面，那中间这个利率的价差，嘿，就是你的获利空间啦。我知道，听到这里你心里一定有个大问号哦。30年的贷款耶，哇，那利息全部加起来不是很恐怖吗？对，光是用想的就觉得压力山大，是不是？别急别急，我们不要自己吓自己。数学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我们直接来算一笔账，用数字说话。假设我们借了200万，分30年还，你就会发现，事情跟你想的可能不太一样。好，我们算了一下哦，这笔200万的贷款如果分30年，每年连本带利大概要还101000块。OK， 先把这个数字记下来，101000。然后更有趣的来了，如果我们把每年要还的这101000块去除以我们一开始借的200万本金，你会得到一个很神奇的数字，5.06%。这个5.06% 代表什么意思？这就是整个策略的关键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啊，你只要能够找到一个投资标的，它的年化殖利率可以稳定超过5.06%，那他每年发给你的股息就刚好可以拿去付你全部的房贷，连本金带利息哦。所以你回头想想，那30年总共100多万的利息，根本不是你付的啊，是你的资产在帮你付，这是不是很酷？ OK， 理论听起来很完美，对吧？但真的有人这样做吗？可行吗？当然，接下来我就不讲理论了，我直接用我自己的实战案例给大家看看成果是怎么样的。好，这就是我个人的状况。你看，我的贷款利率压得比较低，只有 2.29%， 换算下来，我需要找到殖利率超过 6.69% 的投资标的，才能完全 cover 我的还款。那我做到了吗？你看我的投资组合预估的殖利率大概是 7.4%， 每年可以拿到差不多24万8的股息，而我每年要还的贷款是22万4，所以不但够付，还有剩。更猛的是，你看看当初投入的本金，现在的市值已经滚到585万了。这代表什么？这就代表再过16年半，等我把贷款全部还完，这个现在价值585万，而且还会继续长大的投资组合，就完完全全100%是我的了。而且它每年还会继续为我带来超过24万的被动收入。你看，这就是财务杠杆用对地方的威力。哇，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已经心痒痒，很想冲去银行办贷款了？先等等，拜托，先等等。这个策略听起来很棒，但它能不能成功，其实是建立在一个最关键的因素上面，那就是时机。所以问题来了，现在适合用这个方法吗？我的答案非常直接，绝对不适合。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关键有几个点。第一，你看现在的股市已经走了2-3年的多头了，简单说就是东西不便宜，股价高，殖利率自然就被压低了。你要找到稳定超过 6%、7% 的好东西很难。第二，现在政府的信贷政策也比较紧，你很难申请到像我当年那种超低的利率。你想想，在高点买进，又用高利率借钱，你那个套利的空间是不是就被压缩得非常小，风险反而变得超大？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时机点？答案其实很反人性，但也很真实，就是等待下一次的危机来临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你只要把历史拉长来看，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楚的规律。我们直接来看这一张时间轴，你看哦，从2008年的金融海啸、2011欧债危机、2015中国股灾、
2018美中贸易战，到近一点的2020疫情、2022通膨危机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惊人的规律？差不多每隔3年左右，市场就会出大事。而每一次的危机，对我们来说，其实就是一次财富重分配的机会，因为那些最优质的资产会被打到骨折价，这就是我们这些有准备的人进场捡便宜的最佳时机。所以咯，既然现在不是冲的时候，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？难道就躺平吗？当然不是。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为下一次的机会做好万全的准备。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对比。现在不该做的事，就是在市场高点用很高的利率去借钱投资，这跟赌博没两样。那现在该做的事是什么？就是花时间把这个策略的每一个细节都研究透彻，然后耐着性子好好规划，静静等待下一次危机的到来。真的，记住这句话，机会永远是留给准备好的人。当下一次危机来临，市场上一片哀嚎，大家都在恐慌抛售资产的时候，那就是你这位准备好的猎人可以进场大捡便宜的时刻。所以你接下来的路径图非常明确。第一步，学习，把这个策略的风险跟回报彻彻底底搞懂。第二步，计划，拿出纸笔算出你自己的数字，然后开始研究你未来要锁定哪一些资产。第三步，等待，这是最难的，但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要有耐心，等待市场出现回档。最后一步就是行动。当危机真的来了，你手上已经有完整的计划，就可以果断的执行。好了，如果喜欢我们今天分享的投资理财相关的知识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啊，对了，最重要的，记得一定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分享的宝贵知识与内容了。好，今天就先到这边，未完待续，我们下期见喽。